好，大家好，我又回来啦。这次先补充点上次忘说的，其实还有一些小的其他的一些方面还是会聊，就是可能电子产品啊，尤其是这一方面的东西，只是说我用的其实没那么多了，因为有些产品，可能你实际不需要，但是可以聊，然后有些商品你实际需要，但是我会觉得用一段时间再跟大家聊一聊会，有好处，因为其实有好多电子产品都没拿出来过。好，今天我们来聊一下这个，我要看一下我的 list 啊，因为这个东西太多这种东西。今天要聊一下这个旅行和居住在国外的一些区别吧，就是旅居的区别。当然，这中间还有一个比较中间态的东西，就是短期的居住、短期居留这种的，就是实际上是旅行性质的短期居留。我们会聊一下这种几种之间的区别，可能对你如果出去长期、短期啊有一些帮助。甚至你出国留学的话需要准备什么，我们都会稍微有聊到，我们提供一些小小的建议啊，或者是这样。不是说不写那个文案的嘛，但是做笔记还是可以的。那我们先说这几个类型啊，我们先从一个大的方面来说，就是衣食住行嘛，一般都说衣食住行，那我们就先衣服好了。那旅行的话呢，大家主要常表现的几种状态就是，要么是自己带衣服，要么因为旅行本来是短期的，在家有购物的需求，那可能会在外头买很多。从衣物分两种，衣物就是说像国内的淘宝上的衣物，一些不知名的品牌或者小品牌的和一些大品牌之间的区别。那是这样子，我个人觉得大品牌在海外的价格还是便宜。如果你是经常比如说买某一类品，像男生喜欢耐克啊，运动类的，女生可能喜欢一些包包什么的，那真的出去是可以买的。所以出行的时候呢，总体上来说，衣物我觉得可以不用带很多，因为短期的只要能够1-2身换洗，不能1-2身2-3身吧。可能你出去如果本来就是以购物为目的的去香港这种地方，或者是日本，或者是像纽约啊这种地方，那其实购物的机会蛮多的，其实也不用带很多，因为还是要减小这个行李为主。居住就不太一样了，因为在国外旅居，包括留学这种情况的话，国外的衣物总体上是便宜的，尤其在打折季的时候是非常非常便宜的。所以如果你去的是一些稍微温暖的地区，那我建议你其实不用带很多衣服。如果你考虑到就是长期生活，然后为了降低自己出国留学的成本的话，那其实你想在国内买衣服的话，也要买一些稍微低端的品牌，大概在200块钱以内的这种衣物可能会相对来说划算一些。如果你是说你长期使用的一些品牌衣物可能都会贵于200，就是一些年轻人大家都会买一些牌子的东西的话，那其实不太适合在国内带很多，你可以出国去买，只是说分你居住的地方，因为可能有些地方离一些市区比较远，这个算一下成本。但是我觉得如果你带1-2周的东西，也算是轻装上阵的话，可能会比较好一些。短期居住是这样子，首先来说，你并不是要长期居住做长期打算，但是短期居住呢，你又实际上是相对长时间的居住在一个固定的地方或者是几个地方，那这些衣物你不可能带很多，尤其是比如说，如果你是出去旅行2到3个月，或者甚至长到6个月这样的情况下，就是短期居住的人的这个旅行的成分会多一些。那这个情况下，你不可能走到哪儿买到哪儿，对不对？因为你这样子行李就是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当然，出行肯定是少带一点，出去的时候也要少买一点。那这样子可能对你短期居住会有帮助。根据你居住的地方的不同，你要换的场所的不同，时间长短，那可能在这个过程中你也还会积累很多东西。那你如果在这个中间要搬到另外一个地方的话，那这些出去以后买的行李买的这些衣物都会造成你的行李的负担。那衣里头一定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部分，就是行李箱。对于旅行来说，行李箱尽量是要小一点，因为你不是长期居住。有些
女孩子可能是为了出去购物买这种东西。那行李箱的价位大概都是在$100左右，甚至会更贵。所以如果你可以带一个行李箱，从国内可能300-400块钱、200-300块钱买一个行李箱带出去的话，能够帮你省不少的钱。那居住是这样子的，随着你居住的时间越来越长，你的行李也会越来越多。那我建议行李箱可以考虑在当地购买，因为当地在打折季的时候啊，这个东西其实是很便宜的，尤其是如果你有机会去现在一般中国留学生待的地方都有奥特莱斯，那去一趟奥特莱斯，不管从质量上来说，还是使用程度来说，就是你需要用了再去买嘛，那可能还是会更好一些。短期居住的话也就差不多吧，一个行李箱这样子，我不建议特别多行李箱。总体来说，这个类别都不太建议带特别多的，就是准备特别多的东西，因为除了长期居住以外，短期居住和旅行你都是要来回的，这个行李箱太多，可能对你来说，是一个负担。对了，短期居住还有一个不太一样的部分啊，短期居住有可能你会涉及到在某些国家的国内进行飞行或者是长途旅行，你的行李箱带的太多的情况下，这些国家，比如说像美国、加拿大，我不知道澳大利亚可能也是。这些国家在境内飞行的时候，这个旅行箱就是托运的东西都是要收费的，你的支出其实是非常非常多的。因为居住的话，比如说这些人到了这个地方，他就会住在这个地方上学啊什么的很久，那他出去玩的时候也不用带那么多行李，所以他不存在航空托运的问题。但是短期居住像3到6个月之间的这种的话，如果你出去玩，尤其是在同一个国家之内玩的话，那你出行的时候这个行李的问题啊，一定会浪费你很多很多钱。哎呀，完蛋！这个不写稿子的问题就在这儿，就是越聊越多，发现这个类别有点大。这个，那我们这样就是先说到这儿，下一期我们回来接着说。然后，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可以点一下点赞，欢迎订阅我的频道。